F-14让 F-15一对翅膀 ，F-15都不是对手。在1977年的美军测试中 ，F-15就被 F-14按在地上摩擦，26场测试只胜了1次，简直是惨不忍睹。作为一个猫粉，火力军看到这个消息，自然是内心毫无波澜，甚至有点想笑。这也没办法，双方选手的差距太大了。比雷达探测范围 ，F-14的 AWG-9 雷达比 F-15远了100公里。比远程打击手段 ，F-14的 AIM-54 不死鸟能打击100公里之外的目标。F-15的 AIM-7 麻雀到后期也只有不死鸟的一半。比极限速度 ，F-14达到了 2.38 马赫的飞行速度 ，F-15的最大速度也不差，能达到 2.5 马赫，但这是没带武器的情况下。F-15挂弹后的速度最高就是 1.78 马赫，空战不带武器那就是送菜了。F-15唯一的优点就是武器数量比 F-14多，可惜的是没啥用。F-14远距离一发导弹打过来 ，F-15估计还没看见影子。空战版本的人在机中，弹从天上来，结果就是 F-15打又打不过，跑又跑不了。25-1不是没有道理。作为一个铁猫粉，火力军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各位，在 F-14面前 ，F-15就是一个贵点的玩具，不接受反驳。不服的火力军接下来说到你服。同为猫粉的麻烦投个票，替火力军分担一下鹰粉的火力，要不然火力军可能会顶不住。上个世纪70年代可以说是美国军用航空史最精彩的10年。F-14、F-15、F-16、F-18的前身 YF-17跟不要钱一样往外跳，性能还都是世界顶尖。其中 F-14、F-15就有很多共同点，比如都是双垂尾、双引擎的大型制空战机，谁更强就成为了一个争论点。作为猫粉，火力军觉得 F-14更强，当然强在哪儿才是重点，让鹰粉心服口服。想要明白原因，就要先知道一个概念 ，F-14压根儿就不是战斗机，这家伙是一架美国高科技武装到牙齿的截击机。而 F-15在研制之初的定位就是一款空中优势战斗机。实际上，70年代出现的这4款战机，每个战机的任务都不一样，要不然美国战机的设计师就要被国会老爷拉出去枪毙了。给了那么多钱，结果造出来一个4胞胎，说不过去。其中 F-14是为了搞苏联的轰炸机。冷战期间，美国的航母战斗群独步全球，为了打击死对头，苏联建造了大量的超音速轰炸机，还拿小麦和牛奶换了一堆高速远程反舰导弹。听起来不咋地，偏偏效果还不错。苏联的苏22正式出现后，美国的航空母舰还被比喻成浮动的棺材。当时的反导系统还没有现在这么强，而且苏联的一贯风格就是大力出奇迹。战机的性能不用多高大上，但火力一定要猛，一上来就是饱和式打击，没法拦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在轰炸机发射导弹之前把轰炸机给打掉，于是 F-14应运而生。而 F-15是一架空优机，最初的目的就是搞一款能在空中优势的战机，以空战为主，综合性能更强，在功能上与 F-14有一点重合，注意是一点点。F-14是航母舰载机，主要的任务就是拦截，而 F-15则是全天候战机，后来还被改成了战斗轰炸机，平常也就丢丢炸弹。二者的任务不同，配备的东西和性能自然也不同。就比如说雷达 ，F-14作为一个截击机，超视距是必然的。它配备了当时最好的 AWG-9 雷达，可以搜索320公里内的大型轰炸机以及210公里内的小型战斗机，再搭配专属武器 AIM-54，可击落100公里外的目标。相比之下 ，F-15的远程拦截性能就不行了，而且也不具备射后不管的空对空飞弹，用的还是半主动的 AIM-7 麻雀。当时 F-14唯一的缺点就是 AWG-9 雷达不具备敌我识别能力，只能显示目标的方位、距离和方向信息。那个时候的敌我识别系统还没有做到 AWG-9 那么大的探测范围。F-14需要依靠航母雷达或者预警机的雷达系统确定目标方位，然后进入战区发射导弹，或者使目标改变方向。这基本上就是 F-14的主要工作了。
为了应对空战的各种意外， F-15有很完善的敌我识别装置，它的战绩也还不错，105-0，空战没输过，缺少的只是雷达的探测距离和远程打击手段。不过也就是这2点导致 F-15不是 F-14的对手。超视距作战，在看不到战机的情况下，导弹就飞到脸上了， F-15完全打不了。除了任务优势不同，二者的地位也不一样。F-14和 F-15本就是一个时代的产物，服役的前后也就只有2年，技术上基本没有差距，唯一的区别就是地位不同。对于当时的美军来说，海军才是亲儿子，5代机和 B-2还没出来，航母才是大爹。空军和陆军虽说不是充话费送的，但也差不多属于是捡的，只能去争一下老二的位置。再加上当时还是美苏争霸阶段，美国对海军的投入更是不惜血本， F-14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造出来的。 F-15作为空军装备，档次自动就降了一格，而且 F-14的价格要比 F-15高出50%，一分钱一分货，50%的价格就是50%的战斗力。现在美军自己装备的 F-35价格已经降到了1亿美元之内，当年 F-14的价格拿到今天应该是2个亿。搭载的不死鸟导弹在40年前就已经是50万美元一枚，放到今天应该是1000万美元一枚，最后连美国海军都装备不起了。不过简单的以拦截能力以及导弹的射程来判断战机的优劣有些武断，毕竟二者的功能还不同，英粉还是不服气。 F-14是防御多目标交战的美国海军航空母舰的最佳飞机。实际上，由于其超视距功能，并在 E-2C 的协助下， F-14可能会给进到战区内的敌方轰炸机编队造成重大损失。而实际上，在比较超视距空战性能时， AWG 具有真正的多目标参与与 AIM-54的多目标交战能力，而 F-15直到1980年代后期才随着 AIM-120的引入而获得了多目标交战能力。而且在之前 F-15普遍装备 AIM-7麻雀导弹的时候，根本不具备 AIM-54不死鸟导弹的射程。在这种情况下， F-15仅仅有时间发射1-2枚导弹去打击距离相对较近的轰炸机，所以如果说帮助航母拦截高速来袭的轰炸机这件事上， F-15还就真的没有啥效果了。如果在一次护送任务中，那么战斗机只有在20到30公里内才能进行武力对抗行动，这时候 AIM-54的许多优势都要被否定了。而 F-15的良好机动性则可以更好地面对敌机，所以还是要拆开来讲。咱们实话实说，不偏不倚。比如动力装置， F-14最初搭载2台普惠 TF-30涡扇发动机，不顶事儿，经常发生故障，这点确实是事实，火力军不反驳。但是后面就换了，装了2台通用电气的 F-110发动机，当时 F-15使用的还是普惠 F-100发动机。从发动机的性能和推力来看，其实还是 F-14更先进。不过 F-14的空重量比较大，要在航母上起飞，对发动机的要求比较高。常规认知里，同级别舰载机总体性能是逊色于陆基飞机的，因为了弹射起飞和高盐高湿环境，舰载机在强度寿命、抗腐蚀、起降设备上多了不少不必要的辎重。 F-14的空重达到了18吨，而 F-15的空重是12吨，但是没关系，发动机强，再有变后掠翼的加持， F-14的机动能力不比 F-15弱。不过空战最讲究的还是武器系统， F-14战斗机的载弹量为 6.5 吨，内置 M61 机炮，导弹则是 AIM-54、AIM-7麻雀和 AIM-9响尾蛇等，还可以携带激光制导和非制导炸弹。偶尔 F-14还要执行对地攻击任务，所以会携带一些对地弹药。基础型 F-15战斗机的载弹量为 7.3 吨，后来增加到了 10.7 吨。F-15的武器主要有 AIM-7麻雀、AIM-9、AIM-120等空导弹，机炮同样也是 M61。在武器数量这方面， M15占据上风，而且作战半径 F-15也是 F-14的2倍多。说白了，2个高手对决，一个内力多，一个内力更浑厚，量不多，但是威力大，这个结果就已经很明显了。别人一招就干掉你了，内力多有啥用？在 AIM-120出来之前， F-14打 F-15那是随便打，射程和雷达往那儿一站，那就是战机跨不过去的障碍。
而 F-14还充分发挥了人多力量大的道理，即便是当代最先进的战机，飞行员的负担依旧非常重，既要操控战机进行各种机动，又要把握机会控制武器，远远没有电影游戏里那么轻松。40年前的冷战时期，科技远不及现在，情况肯定要更严重得多。想发射导弹需要10几个步骤才能完成，同时还得兼顾操纵战机，所以 F-14采用了双人机组，前面是驾驶员，后面是武器操纵官，两人配合，驾驶员专心驾驶飞机和敌机周旋，武器操纵官专心控制武器。但 F-15作为单座战机，所有的工作就只能是驾驶员一个人来干了，那打起来肯定是 F-14机组大占便宜。总的来说 F-14拥有雷达和远程空导弹系统的优势，探测距离可以达到300公里，并指引6枚导弹分别去攻击6个目标，这其实也是现代战斗机才应该有的指标。它同时期 F-15的雷达探测距离是180公里，加上专门的后座雷达与武器系统操作员，在远程截击轰炸机一类的目标时，效率大大超过 F-15。近距离狗斗方面，受益于可变后掠翼 ，F-14的低速盘旋优于 F-15。可变后掠翼是为了兼顾高速截击和航母起降性能的考虑，最初作战对象是逆火这类高速突防轰炸机，包括它的不死鸟导弹和雷达都是为了这类目标准备的，定位是截击机，但是受限于推重比、跨音速、爬升、稳盘都不如 F-15。但是射程远的优势太大了，这些缺点基本上都挨个抹除了。而 F-15开发出来则作为纯粹的空优战机，那个时代它搭配的是麻雀导弹，所以在二者服役初期肯定是 F-14更强。从实战效果上看，美国海军飞行员驾驶 F-14打的 F-15满地找牙。上个世纪80年代，美国海军在空军进行过很多次对抗演习，海军完胜，以至于当年美国空军怀疑海军是不是专门为了对付我。1975年，美国国防部计划统筹海空军，计划搞一次大规模针对现代空战特性的空战试验。1977年到1978年，在内华达州的奈里斯空军基地 ，F-5E、F-14、F-15、F-16 4种机制厮杀。F-5E、F-16 我们暂且不提，直接看1977年10月份进行的26次 F-14对 F-15的空战试验，飞行高度5400到11000米，飞行速度0.9到1马赫，接战距离为6400到8000米时开始使用导弹，300到900米时使用机炮。实验的结果可能大家都想象不出来， F-14以25-1的压倒性优势胜利。当时海军完虐空军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美国海军飞行员的素质强于空军，海军飞行员要比空军飞行员狂暴得多。在坐骑方面 ，F-14也是要优于 F-15，两项加一起就成了一边倒的战绩。空战只有2种情况，追击和迎击。迎击就是 F-15和 F-14迎面对抗，这个时候考验的就是雷达和导弹的射程，谁先开炮谁就赢，用脚趾头想都知道的好吧。双方的雷达和导弹差了100公里 ，F-15拿什么打？追击又分2种情况 ，F-15追 F-14， F-14追 F-15。F-14追 F-15那简单，这就拼速度。F-15把全部的导弹扔掉之后，确实快一点，但是 F-14追不上，导弹还追不上。来一发射程150公里、速度4.5马赫的不死鸟 ，F-15属于是在劫难逃。F-15追 F-14那就更好玩了。F-14手背后面，翅膀往后一放 ，F-15就只有吃灰的份儿。那么 F-15有没有机会战胜 F-14？可以，火力军虽然是猫粉，但还是要尊重客观事实。转折点就是 AIM-120。1991年 AIM-120服役之后，一切都变了。在此之前，不死鸟和麻雀其实才是 F-14和 F-15最大的区别。AIM-120之前 ，F-14在超视距交战上明显是占据优势的。等到 AIM-120之后 ，F-14还用不死鸟的话，就已经明显不如 F-15了。要是使用 AIM-120的话，它的使用成本和效率都已经大大落后于 F-18。F-14兼顾截击机和战斗机，所以各方面都可以，但是各方面毛病也都有一点。真正的近距离格斗没有比稳盘的，被动方一定是不断动来动去，不断剪刀飞。变后掠翼通常使用平尾插动进行滚转的方式。
在迅速改变升力线方向方面是劣势。如果对方出几架幻影，情况可能不大一样。而且 F-14是一种能带极限空对空战斗的战机，逼急了地空导弹改一下也能挂，就这么狠。机动性也还可以，在市区内也能打，雷达在当时没得说，但是它真的不太适合近距狗斗，所以当时如果是低速下的市区内狗斗，那必然是 F-15，毕竟是个空重才12吨，翼面积却有60多平米，推重比还过1的怪物。大猫前期的 TF-30不行，直到后来地形换了 F-110，动力装置比 F-15更强了，这才有了一定的改变。F-15换上 AIM-120之后，再比较格斗性能，结果就不一样的。虽然之前 TF-14曾经赢过 F-15，但是因为那时候的 F-14服役时间比 F-15更早，飞行员对 F-15的性能还不熟悉。按照以色列空军的分析，在以 F-5E 为假想敌时， F-14并不能做到全面压制， F-15则可以全面压制。原因在于 F-14机体太重，引擎推力也不足，导致爬升率、加速性与滚转率都不够好，这是以色列日后选择 F-15的原因。而且当时的五代机和 B2 也是美国研发的重点，地位已经平起平坐，风水轮流转，明年到我家。现在 F-14已经成为过去式，而 F-15还正当壮年。自从1988年 F-14D 服役，在2000年之前 F-14系列战机肯定要比同时代的 F-15强，但从90年代开始 F-14就开始张罗退役了，没有后续的升级。随后美国的 F-22、F-35开始热闹起来，这就掩盖了很多关于 F-15的事情。实际上在后来的10几年里， F-15一直在不显山不露水的升级改造中，各种新科技不断装到 F-15身上，最新的雷达、最新的导弹、最新的座舱，现在的 F-15肯定比 F-14D 强，但80年代的 F-15也肯定不是 F-14的对手，差了半个级别。而 F-14失宠或者说退役的最大原因还是伊朗。美国曾经让伊朗国王从 F-15和 F-14中2选1，巴列维选择了后者。美军迅速将80架 F-14战机出售给了伊朗，结果伊斯兰革命马上爆发，这导致美国中断了对伊朗的供货。但问题是 F-14的秘密已经保不住了。伊朗兰共和国与美国是对头，他们却完全可以向苏联等其他国家透露 F-14的秘密，这让 F-14成为一款透明的战机，连带着 AIM-54不死鸟导弹也失去了神秘感，它被认为已经为苏联所掌握。还有就是航母战斗群主要任务的变更，苏联解体之后，美国的航母在海上就找不到对手了，主要任务也从对陆攻击，这点刚好也是 F-14的缺点，对陆攻击就要带更多的炸弹，这就暴露了最大的问题， F-14太重了，这也是海军战斗机的特点，它们都更重，飞行性能更差一些。美国海军空军的格斗演习里 F-14吊打了 F-15，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海军飞行员更加精英，出色发挥己方的优势，将空军战机引诱进己方所擅长的高度速度范围。但是如果综合看战机的维修保养再出动能力， F-14就更麻烦了，它的可变后掠翼有维修困难，可靠性不高，保养时间长等问题，这是娘胎里带出来的问题。要是再给 F-14改进的时间，说不定 F-14也能持续进化。最初的 F-15的对地攻击能力也是一般般，到后面的发展中才是慢慢增强了它对地攻击的能力，并且衍生炸弹卡车一样的型号，也就是 F-15E 打击鹰。但是美国不想改了， F-14已经被俄罗斯分析透了，要改就只能改完，还不如重新研发一款战机，太亏了。刚好大黄蜂表示我是全能的，我上我也行。于是在海军服役32年的熊猫退役， F-14没了，飞行员都哭了，因为不能撸猫了。但是地勤大爷都笑了，因为不用再铲屎了。虽然 F-14看起来有点笨重，但实际操作起来其实很灵活，无论是舒适度还是技术都十分优秀，只有好的飞行员才能驾驶出鬼怪飞出一般的水准。而对于 F-14而言，水平一般的飞行员驾驶起来也能有个良好的发挥，就比如对战苏22的1分钟空战，2发导弹结束战斗。熊猫退役，火力军只能说很遗憾，如果 F-14没退役的话，现在估计也海上一霸。再过几年，估计鹰与猫谁更强的争论就没了。
F-14于2006年从美国海军完全退役，留在伊朗空军的波斯猫受到美国严格经济制裁的影响，伊朗 F-14的后勤一直都很困难，这几年失事故障的消息也有，鹰还在，猫没了，没必要继续比了。对此，火力军也只能表示 F-14一直活在我心中。各位觉得，如果 F-14没退役，一直发展到现在，能不能继续暴揍 F-15呢？欢迎在视频下方评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